先开放第一次的5个名额，然后就报名时间就是截止到你看5月几号合适还是什么时候合适。对，我就设置一个59，那就是我就是单纯的做公益。Hello。嗨，黄鑫。欢迎，请进，请进。谢谢。哇哦，你这个房子收拾得很整洁哈。还可以吧？哎，那还有个帅哥坐那里。啊，那不是我对象啊。哦，你平时就是把它那边把它装修成了一个。对，这边是一个小书房，本来是个次卧，因为它面积比较小，我要是一个人住的话，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小书房。所以你还弹点吉他音乐。吉他，对。看黄鑫的。那吉他在这里。走过你来时的路。然后我们再看看阳台。看看我们的阳台。来看看阳台。阳台是方形的。对，下边也没有什么遮挡啊。这边是朝南吗？这边是朝南的。这边朝南，我们看一看哈。对，看看。下面是一个停车场。啊，对。原来是块空地，被大家种上了菜。啊。现在等于说是给收回去了，改造了一下，对。然后前面还是植物园是吗？是。然后这边就客厅了，客厅其实。客厅还挺宽敞，很宽敞。可以举办一个小型的聚会。你有10几个人在这一点问题没有，因为你刚刚买了6个折叠的凳子，这边是一个洗手间。OK。虽然比较小，但是还可以吧。也很方便。是。所以这边是洗手间。这边是主卧。OK， 我可以看一下你的主人房吗？欢迎，请进。我平时中午会在这里午休。我想知道你的主人房里面有没有什么秘密？比如说有的人突然一进到主人房放了一个大玩偶，或者是放了一个什么性工具、性玩具。这个真没有。有没有藏在什么地方的性玩具？找一找吧。好的。有游泳和套。就中午我在这里休息的时候，可以就是这样给它那个盖在身上的。啊，这个还挺可爱风的哈。中午基本上就是这样睡觉了。挺好。好 ，OK， 把灯关上，我要睡觉了。好。你这是哪一年买的？16年。16年。对。因为当时你不在国外吗？啊，是，当时是在缅甸。啊。然后呢，那时候可能是手上有一点钱。然后想着也没有别的好的投资。然后总归要回来的话，那可能就是有个房子好一点。当时还好，合肥的房价不算贵，我这个位置是9000左右。对。然后就是在暴涨之前买了。是吧？所以呢，现在虽然房价又下来之后呢，基本到了我的成本价，就还可以接受。啊，已经到成本价了吗？差不多。哇，好快。可能说是我那9000多，那你加上装修的话，肯定也1万多了呀。那肯定呀。所以现在你要卖的话，成交可能1万2、3也可能差不多。但是你现在主要是你自己住无所谓，对吧？对。跟这个社会的发展有关系哈。现在的人也都。怎么讲呢？这个社会现在变得好像人比较那个，你想要追求吧，也是，但是有的更多的可能也不愿意再去追求什么了。其实现在你发现没有，很多单身的人都不是那么样的迫切的去追求爱情了。就包括你现在同性恋和异性恋好，很多人都不愿意结婚了呀。他可能就是说，有时候感觉哎呀，好像付出那么多也未必得到，就更多的是计较这个什么付出于和得到之间的一个关系吧，或者说人更加自我了。而且就尤其是单身越久的人，可能是越难，因为你自己过的形成了你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一个人过得好像也还可以。就不太追求那个2个人在一起了，反正我感觉现在可能更多的那种像周末夫妻、周末夫妇更加的和谐，尤其是在大城市哈，你可能2个人上班的地方也比较远，如果天天晚上都要凑到一起的话，都会比较累，所以那个周末夫妻可能会更多一些。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说，哎呀，你可有明星的潜质了，我们马上可以把你打造成一个千万级的网红，或者说让你什么出演一部电影，马上就能成名了。这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你会知道你得到的每一笔钱更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其实有时候我就跟朋友聊天也说，怎么样？哎呀，反正就混吃等死的这个。像我现在有的同学说，哎呀，我要几千万才能实现财富自由。你为什么需要几千万才能实现你的什么财富自由呢？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财富自由是一个伪命题，对吧？我现在也可以说我实现财富自由了。其实我像他们讲的什么几千万，那我肯定没有啊，几百万也没达到。但是我感觉，现在生活来讲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情况下，我就实现财富自由了。古代人，男的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个传宗接代的一个想法，或者有的人可能也未必想传宗接代，但是他在那种氛围下，在那个社会环境下，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更好的做他自己。如果你更加的独立的话，可能就是你的选择性就会更多一些。这是我的看法。那你比如说，你虽然说，哎呀，要是会做饭就好了，那你不会做饭，你也可以吃得很好呀。其实我现在认识很多人，他就说，我干嘛还要做饭呀？还要洗刷，还要那么麻烦，我宁愿在外面吃。在家里可能你做了1个小时，10分钟、5分钟吃完了，他觉得他这个对他来讲性价比不高。他可能更愿意去我还不如这个时间我坐在那里安安静静看个书呢，或者我就刷个短视频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更加的有价值，我愿意去做。内心强就是说，当我已经实现自我认同之后，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而且其实我从小一直就很独立的情况下，就是我比较能够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就是关于我性倾向这块事，好像我一直都不是很在意。如果说我的工作做得不好啊，可能会更加在意一点。但是就是说，你工作和生活，那我生活中是我自己，你在不在意我无所谓，你认不认可我也无所谓。就包括这个工作也是这样，我首先我会努力去把工作做好，但是没有达到你的那个认可，那反正我觉得我努力到了就好了。我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得比较开的一个人，所以我一直说我不想做老板，我就愿意做个打工者。我上班我去上班，下班就下班了，而且就是说我下班了回家了之后，那我就相当于在讲，自己就比较安心，我处理那个工作状态。但是当然也不是说你回家了之后你什么事不干了，包括我以前做的工作那个性质也会，就是回家你可能也会写报告啊，或者说你做一些递稿啊之类的。如果有感情的话也不排斥，但是没有那么主动，可能看到一个觉得他还挺不错的，就没有那么想，哎呀我就很想去接近他，很想去了解他，更多的时候你可能是有点像那被动等待那种感觉这好不好是每个人判断嘛，有的人会觉得你很悲惨，就像我经常自己做饭，那个丑爸就说，哎呀你这样的别的家人可能会认为，哎呀好孤单呀。有的人就觉得，哎呀，你这个很好啊，你做了2个菜，什么在这吃饭，觉得很好。但有的家长就觉得，哎呀，你看你做的那么好，就你一个人吃，好孤单呀。所以说每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基本上算是能自洽，当然孤单有时候会有啊，这个状态可能会有，就是说有时候晚上，哎呀，好像这个人也挺没意思的。但大部分的时候是能够自洽，就是如果有一个人，那我也愿意，可能说，磨合。你可能你放弃一些你的，他放弃一些他的，2个人互相靠近去。没有的话呢，就是自己过好自己。上次去一个朋友家里，他老婆就会特别的那个喜欢那个东西放在哪里，他基本上面子上他不会放东西，都会藏到柜子里。然后家里像一个样板间一样，他甚至说他给你拿个东西吃，哎，给你东西吃，你吃完了之后，像我们可能就放那里，等一下说不定还吃，他就会收起来。然后等会再拿给你。如果说你不是很熟悉这个人，就觉得这个人哎呀怎么那么样的抠是吧？但他就是他的生活习惯。那你对老了也没有恐惧吗？我算是可以坦然接受吧。比如说你有时候什么身体有些病痛啊，其实那不是病，就因为你老了。因为以前一个医生就讲嘛，很多的所谓老年人的病不是病。其实我在40岁以后，
就明显感觉身体不如以前，我就还好能够接受这种状态。然后像大家很多人关注的那个比较焦虑的养老问题，其实我也还好，因为我毕竟现在也还是有在交养老保险嘛，虽然到老了能拿多少钱不知道哈，但是我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还是可以的，对吧？还有一点就是我感觉我能够保持这种状态，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不负债，因为这房子当时呢价格没那么高，正常手上有一笔钱，虽然说基本上钱花光了买了房子。你现在才50多出头，那你这个未来的话呢，你还有什么期待感吗？你这对未来是有期待感的吗？期待感可以，期待就是再找一个对象，就这一点期待了。还是需要对象。如果有最好，没有也就你要再找一个对象的话，这个每个人想要找对象，他核心的需求点是不一样的。你觉得你找的对象的核心需求点是什么？核心需求点，可能就觉得有时候一个人觉得有点有孤单呀。陪伴。啊，对，可能主要是陪伴吧。性生活。啊，性生活对。需要他挣钱给你花吗？那不需要，我自己能挣钱，就是我自己能满足自己的需求。但是我希望他也是相对来，他最简单一点就是我们彼此不在一起的时候能够各自养活自己。我也不希望他多有钱呀，他没房子住也没关系，我也有房子。你希望他跟你住一起吗？但是一开始可能就是说，磨合期间的话，可能是可以不要住在一起，但是最终我希望还是住在一起比较好，一个家的感觉嘛。如果各自盖各自的地方的话，好像也不像是伴侣的感觉一样。当你老了，头发白了，记忆灰尘。当你老了，走不动了，路过庞大的你，回忆青春。多少人在爱你静止怀，长大的是谁？